你小时候有没有玩过战斗陀螺、四驱车或多美小汽车？这些东西背后竟然全出自一家公司。你知道全世界玩具中最传奇的日本品牌之一，竟然是两个死对头合并的吗？ Takara Tomy 日本最传奇的玩具制造商之一，几十年来几乎统治了孩子们的玩具柜。今天就带你看看，从怀旧小车、机械宠物到 IP 联名宇宙，Takara Tomy 到底经历了什么才走到今天这一步？我们先回到起点，1920年代，那时在东京的街头，一家名叫富山玩具制作所的小作坊诞生了。它由富山小太郎创立，以制作精巧的金属玩具为主。1945年，小太郎的儿子富山荣一从废五金中找到了商机，他接过父亲的事业，迅速扩张规模。1953年，这家玩具公司正式改名为 Tomy。Tomy 的玩具有个特色，就是机械感特别强，会动、会走、会变形，一直是 Tomy 的 DNA。而就在 Tomy 在金属世界打拼的同时，日本另一边也冒出一个狠角色。1955年，另一家公司也崭露头角，它就是后来的 Takara。Takara 的中文意思就是宝物。你知道 Tomy 为什么能那么快做大吗？因为他们是最早一批把玩具卖出日本的公司。早在1960年代， Tomy 就已经把自家的机械狗、电动火车、风车飞机出口到美国、欧洲，还参加了德国纽伦堡玩具展。那时候的日本玩具还被欧美看作是便宜的山寨货，但 Tomy 坚持做高品质又好玩的产品，很快就在国际打出了名号。甚至可以说 Tomy 是最早替日本玩具证明的一家公司。跟 Tomy 不同， Takara 更强调故事性和角色设定，比如娃娃模型、换装玩具机器人角色。如果说 Tomy 是硬派机械系，那 Takara 就是角色控加剧情流。所以一个专做动的玩具，一个专做会说话的玩具，结果这两家公司一竞争就是半世纪。但最精彩的才刚开始。进入1970年代， Tomy 靠着 Play-Rail 多美火车系列大卖，这套玩具轨道加电动列车的组合几乎成为日本家庭标配，到现在已经累计销售超过17亿件小车被卖出去，绝对是全民回忆。而 Takara 这边也不甘示弱，他们在1980年代推出了变形金刚 Transformers 系列，没错，就是后来看成真人电影卖到全球的那个变形金刚。不过你可能不知道，最初的变形金刚其实并不是美国发明的，而是 Takara 推出的 D.I. Clone 和 Microman 两套玩具，在1983年被美国孩之宝 Hasbro 引进，然后一起重新命名、重新包装，才有了今天我们熟知的 Transformers 宇宙。所以说变形金刚的祖师爷其实就是 Takara。 而 Takara 之所以能这么敢玩，也跟他们当时的社长山科诚一郎有关。这个人是山科家族第二代接班人，做事疯狂又大胆。他曾经说，玩具不是给小孩的，而是给想要梦想的大人。在他的主导下， Takara 不只推出变形金刚，还开发了变身娃娃、魔法戒指、音乐公仔，甚至推出过恋爱模拟娃娃、会跳舞的电子鱼这种超前概念。虽然有些产品失败了，但 Takara 的创意文化就是靠这种敢冒险不怕怪的精神打造出来的。在这一波国际合作中， Takara 赚了不少钱，也打响了全球名声。不过这也埋下了后来的隐忧。进入90年代以后， Tomy 和 Takara 都遇到一个大难题，小孩数量越来越少。日本的少子化危机让玩具公司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。 Tomy 虽然还是靠 Play-Rail 和火车系列稳定赚钱，但很难再有大爆款。就在这个时期，另一家玩具巨头万代推出了一个爆款拓麻鸽子 Tamagotchi。 这款小小的电子宠物凭借新颖的互动模式迅速风靡全球，给整个玩具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。你可能以为它只是个玩具，但它的成功其实是源于对时代的洞察。在当时，许多日本城市家庭因为空间和时间问题无法养宠物，而拓麻鸽子则由万代公司的员工横井昭夫和真坂亚纪共同开发，完美的填补了这个情感空白。它不只满足了孩子们对宠物的渴望，也给那些感到孤独的人们带来了陪伴。这款小小的电子蛋一推出就风靡全球，它引发的疯狂超乎想象。它短短1年全球销量突破1500万台，甚至在美国都出现排队抢购。在最火爆的时候，商店里经常断货，
人们排队数小时只为买到它。托马鸽子不仅仅是玩具，它是一场社会现象，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。然而面对这种全新的潮流， Takara 也试图靠创新突围。他们曾推出多种概念超前的玩具，比如能唱歌跳舞的电子宠物狗，能变身的娃娃等等。虽然有些产品曾掀起过小范围的热潮，但都难以持续。但 Tamagotchi 的热潮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，它的衰落并非偶然。一方面，市场上迅速出现了大量廉价的山寨和模仿产品，严重冲击了市场；另一方面，用户也逐渐厌倦了这种24小时不间断的照顾，许多透麻鸽子被遗弃，导致热度迅速下降。尽管后续推出了彩屏联机等版本，但都未能重现当年的辉煌。它所经历的爆款周期短和山寨冲击，也正是当时 Takara 所面临的困境。风头一过， Takara 立刻又陷入亏损。于是在2006年，历史性的一刻出现了。Tommy 和 Takara 这两个原本是死对头的公司正式合并，从此日本玩具界进入 Takara Tommy 时代。这场合并堪称是强强联手，也是求生合并。因为当时两家公司都面临增长瓶颈，与其继续对打，不如一起抱团打世界市场。而他们合并后的第一步就是打了一场陀螺大战。2008年 Takara Tomy 推出新一代战斗陀螺 Beyblade Metal Fusion。 你可能不知道，这个陀螺不只是个玩具，而是一个完整的商业生态系统。动画卡牌、实体陀螺竞技比赛全都捆绑起来，形成多媒体成周边产品的超级联动。而这个模式在10年后被各种手游盲盒 NFT 学走。 Takara Tomy 早就在10几年前玩通了，但你以为他们只是做给小孩子玩的公司，那你就太小看他们了。先来说说他们的秘密武器多美小车 Tomica。Tomica 是 Tommy 在1970年推出的一个合金车模型系列，尺寸统一，品质精致，价格亲民，是很多日本男孩的第一辆车。除了小车多美，还有一个你可能没注意到的大杀器 Plarail 电动火车系列。这个系列从1959年开始推出，至今已有超过60年历史。它不只是让孩子玩火车，更潜移默化地培养了一代又一代铁道宅。很多人说，日本人对火车的热爱从小就是被 Takara Tomy 培养出来的。东京车站甚至有专门卖 Plarail 的旗舰店，一些新干线推出时还会同步推出限定 Plarail 模型。等于说 Takara Tomy 不仅卖玩具，还成了火车文化的传播者。这些系列为什么能卖这么久？除了孩子喜欢，还有一个很大的隐藏客户，大人。很多人小时候买不起，现在长大了赚钱了，就开始补童年，一买就是几十台上百台，还会收集限量款、节日款、警车、消防车、高速巴士。于是 Takara Tomy 开始专门为成人市场设计特别版本，甚至推出 Tomica Premium、Dream Tomica 和各种 IP 联名。你可以看到初音未来、超级马里奥、皮卡丘、福斯巴士、兰博基尼全都变成了小车模型。这波情怀杀打得非常成功，而且他们还把多美小车推向了一个更高的层次，打造城市。 Takara Tomy 不仅卖车，还卖车站、停车场、修车厂、洗车机、交通号志，甚至还有全自动升降电梯的停车楼。小朋友在家里就能建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城市交通系统，家长也愿意配合买更多配套，一玩就是好几年，堪称周边最完整的玩具系列。这就是 Takara Tomy 厉害的地方，他们不是只做一个产品，而是把它做成一个系统。而这种系统玩法后来也被他们用在另一个领域 IP 联名。 Takara Tomy 从来不是闭门造车，他们擅长合作，从动画公司、电影公司到游戏公司，只要你有话题性，他们都能玩出新花样。像是宝可梦， Takara Tomy 就是最早拿到授权合作的公司之一。他们推出了大量宝可梦对战公仔、宝可梦电子球、宝可梦变身机，每年都能跟着动画节奏推出新周边。还有迪士尼 Takara Tomy 也是长期合作商，除了常规的公主娃娃米奇家族，他们甚至推出过迪士尼变形金刚，把米老鼠变成机器人，你敢信？更神奇的是，他们还和柯南、新世纪福音战士、航海王、鬼灭之刃、新海诚、鲁邦三世各种 IP 跨界联动，让原本只是玩具的产品变成了收藏品、纪念品、动画周边、打卡道具。等于不管你是宅宅车迷、宝可梦粉，
还是动画迷 Takara Tomy， 通通有你的菜。除了联名 Takara Tomy 更高段位的操作，是直接赞助动画加卖玩具，一条龙。你以为他们只是等动画火了再出周边？不，他们很多时候是先有玩具，再请动画公司来做故事。比如最经典的战斗陀螺 Beyblade 系列，就是由 Takara Tomy 企划主导，玩具和动画同步推出。动画的剧情主角用的陀螺现实中就能买，动画里打赢的技能现实陀螺也能实现。还有那部火车迷狂喜的新 K 链新干线变形机器人，也是他们和JR东日本合作，专门推广 Polario 变形火车玩具的作品。等于说这根本不是动画带货，而是动画本身就是广告。Takara Tomy 投资动画不是为了艺术，而是精准商业策略。他们甚至还曾赞助像 Zoe 子机兽新世纪、Wixos Duel Masters 决斗大师这类系列作品，打造卡牌成动画、成模型、成周边的闭环生态。这种模式在日语里被叫做 Media Mix， 意思就是玩具不只是卖产品，而是打造整个世界观。Takara Tomy 不只制造玩具，他们制造孩子想要进入的宇宙。当然也有人会问，他们为什么不像乐高一样打造一个全球门市乐园系统？其实他们想过， Takara Tomy 曾经也尝试过开设主题乐园、体验展览，还投资过虚拟实境互动机器人，甚至 AI 语音玩具。但最后发现，与其砸大钱盖乐园，不如让每个家里都变成孩子的游乐场。Takara Tomy 真正厉害的地方是懂得怎么玩全龄策略。什么叫全龄？就是不管你是5岁、15岁还是35岁，都能找到属于你的那款产品。你以为 Takara Tomy 只有陀螺和火车，其实他们在女孩玩具领域也超会，像是 Lika Chen 丽佳娃娃，就是日本本土最成功的芭比对手。所以不管你是男孩女孩，只要你在日本长大， Takara Tomy 的玩具里几乎一定有你的童年。他们还在日本推出了一种走路小狗玩具，看起来像普通的绒毛狗，但能听指令跟人走，会叫会撒娇。这不是为了让孩子玩一下，而是模拟养宠物，甚至让老人家解孤独。所以你会发现他们越来越多产品不只是儿童娱乐，更是家庭陪伴。而这也是 Takara Tomy 在面对手机、平板、iPad、Switch 手游包围时的关键对策：情感连接。你玩手游可能1个月就删了，但你小时候抱过的那只毛绒熊，可能你30岁了还记得。Takara Tomy 要做的不是最快的热度，而是最久的回忆。当然他们也没放弃科技，最近几年他们还推出过会走的星际大战 R2D2 机器人，会翻译猫咪叫声的喵语翻译器，可以联动 APP 的智能轨道车，甚至还和任天堂合作推出 Mario Kart Live， 把赛车和现实房间结合。为了不被时代淘汰， Takara Tomy 也在尝试科技结合。除了智能赛车，他们还开发过会用语音互动的 Hello Zoomer 机器狗，可以听你说话的小猫机器人，甚至是可以教儿童编程的人工智慧教育玩具。他们还跟日本大学合作研发儿童陪伴型 AI 机器人，希望未来可以让玩具具备情绪辨识、人脸识别回应互动的能力。也就是说，他们不是被动防守，而是积极进攻，把玩具变成情感 AI 终端。玩具不只是玩具，而是科技的延伸， IP 的载体，童年的延续。Takara Tomy 没有把自己当成卖玩具的，而是把自己当成制造快乐的工程公司。而他们之所以能持续到今天，还靠着一份来自家庭的信赖。新冠疫情爆发期间，很多玩具公司都亏损，但 Takara Tomy 却撑了下来。原因之一是他们拥有强大的家庭信任度。疫情期间，爸妈要居家办公，孩子不能出门，于是很多人回头买了战斗陀螺 Polario Tomica 这种安静又能玩很久的老玩具。甚至 Takara Tomy 还在官网推出家庭玩法教学影片，教你怎么布置陀螺擂台，如何拼装地铁系统，怎么用娃娃搭配故事演绎。他们不只是卖东西，而是陪伴家长解决问题。这种信赖感才是他们能撑过时代更迭、技术冲击、市场危机的底气。回头看这家公司，从一个战后5金小厂到今天拥有全球授权、千万销量、跨 IP 协作儿童到成人全面覆盖的情绪制造工厂。他们用几十年时间证明了一件事：有些东西永远不会被时代淘汰，比如快乐，比如一台你小时候握在手上的小车，
如果你也有收藏战斗陀螺多美小车，或者你记得小时候最喜欢的一款 Takara Tomy 玩具，欢迎在留言区跟我分享。好啦，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啦。如果你喜欢这样的故事，别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哦，这是我继续做更多好内容的动力。我们下期视频见。